尹家丫头，他在干什么？他抱着猪呢，他是不是要舔猪槽？大旱3年是没水，可你也不能跟猪抢那点脏湿气呀。你娘当年好歹是个女先生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丢人玩意儿？城里施粥棚还开着呢，他不去排队泡猪圈里抱猪舔槽。施粥棚的粥能插住筷子吗？穿越到这大旱之年，只能靠水利知识活命了。猪不傻，最热的时候还往这里拱。他念什么呢？饿出幻觉了呗。县太爷挖了3个月都没出水，他靠一头猪，还想拱出龙王爷。你们看他那手，都磨出血了，还在刨猪圈呢。能成团，底下有湿层。湿层？我看是猪尿层。尹清河，你要真挖出水，我当场跪下喊你姑奶奶。记住这句话。你还喘上了？你现在连一滴水都喝不起，还想让人喊你姑奶奶？让开！你还敢凶我？你踩到我线了。哼，一个猪圈你还划地盘儿？这不是猪圈，那是什么？命。水。什么味儿？小姐，是猪圈味儿。哟，这不是尹大才女吗？胭脂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她被赵掌柜逼债，受不住打击，彻底失心疯了。林大少爷，你快看看，她在猪圈里抱着猪找水喝。我看这猪圈就是她的新闺房。尹清河，你在干什么？找水。找水，在猪圈里，听见没有？尹家千金要给大家挖猪槽水喝。尹清河，你疯了吗？站远点！你挡我光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今日就把话说清楚。婚书，林大少爷这是要退婚啊！退婚可以，婚书扔下来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尹清河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胭脂，扔给他，让他抱着婚书陪着猪槽坑过一辈子。退婚了，真退婚了！尹家丫头完喽，还抱着猪槽坑当宝呢！疯了，真连脸都不要了。哟，这不是尹大才女吗？林大少爷刚走，怎么被退婚了？尹清河，你这是打算给自己挖坟？找我有事？有事儿，你欠我15两水钱，今日到期。15两，水钱都这么贵了。3年大旱，老子借给他家的可是救命水，别怪我按规矩收了你家的宅子。你家宅子临着主街，我早就想盘下来开水分店，这下惨了。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跪下求我，我兴许留你一间柴房。宅子归你。你说什么？地契在政府床板下。他真给了，连宅子都不要。尹清河，你这丫头这么痛快，不去衙门告我放印子钱？没空。没空？别打扰我干活。他房子没了都不急，这坑里到底有什么？能有什么？一坑臭泥。好，算你识相。去，现在就去尹家封门拿契。是掌柜的。拿宅子可以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别碰我的坑。听见没有？宅子不要，要猪槽坑。尹家祖宗都得气火。才女当到这份上，丢人啊！尹清河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地方，本掌柜成全你。表层土太硬，徒手挖太慢。站住！哪儿来的臭味？青阳巷尹清河。尹家那个封千金，我刚看赵掌柜封你家门，进城干什么？去铁匠铺。大棺材钉，刚被退婚又没了房，怕是真要给自己备后事，浑身脏臭，别扰了路人。城里没这规矩吧？我去铁匠铺也碍着谁了？你借过。疯子，我看你能疯到几时？尹清河，你这味儿可真冲，借砂轮一用。炉子早熄了，3天没喝痛快水，没力气给你踩砂轮，我自己踩。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？挖水。又是挖水，他还没死心。城外10里清河都干成石沟了，县太爷派人挖3个月，连泥鳅影都没见着，你拿他凿天庭？不借，借半个时辰。和田玉籽料，尹家还剩这种好东西。这年月玉能当水喝，灾年2比金贵，这玉也就值半斤杂面，抵你半个时辰砂轮，不亏。半个时辰，你不亏。你真要拿玉换磨一块破铁？它不是破铁，那是什么？命。自己踩，别弄坏我的轮子。
还真磨，锋的不轻。你这不是刀，是凿。凿什么？硬土、沙层、岩缝。说的跟真懂一样。他手都磨红了，宅子没了还磨铁，真疯了。尹清河，你爹好歹是个先生，你把最后一块玉换成这东西，值吗？值。磨得再尖也挖不出水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疯子还在挖，第5天了，他还没死。5天没喝过一口干净水，铁打的也熬不住啊！未婚夫跑了，房子没了，还守着这臭坑。人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4尺2寸，土色加深，硬壳层变薄。又念疯话了，什么4尺2寸？他真把猪槽坑当书读了。燕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退婚的好眼光。第5天还在臭坑里打滚。我今日来是陪你试水，不是来看他丢人。这才叫试水。真水啊！西山活泉水，本小姐今日心情好，赏你们一口。王小姐仁义，给我一口吧。愿意上前看热闹的，都能领一口水。谢王小姐。尹清河，听见没有？全城都知道你在白费力气。你真想要水，就开口。尹清河，别再硬撑了。哎呀，水呀，到地上可惜了。水都渗没了。横向扩散2寸，纵向渗透不足半寸。你嘀咕什么啊？底层孔隙压缩，毛细吸力到顶了。疯了！羞辱他，他还研究泥。尹清河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本小姐也在羞辱你。再倒一点。什么？水量不够，测不出极限。你管我要水？尹清河，你真疯的没救了！疯了！真疯了！真疯了！再倒一点。听见没有？他真管我要水。刚才还硬气呢，5天没喝过一口干净水，终于撑不住了。尹清河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水量不够，测不出极限。测？你还装上了？小姐，别倒地上啊，给我一口吧。要看热闹的都过来领水，水都渗没了，倒省得你们惦记。横向扩散3寸，纵向不足半寸。什么3寸半寸？他不是讨水？他像是在看土。尹清河，王小姐羞辱你，你还趴着看泥？表层极干，下层锁水，孔隙被压实，下面有承压层。什么层？地下水没死，只是被隔水层压住了。地下还有水？不会吧？县太爷挖3个月都没出水啊！可他看得这么准，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别真是懂行的。闭嘴！尹清河，你别以为说几句鬼话，哼，就能骗这群恶疯的乡民。再倒一勺，只要一勺，我能确定水压位置。真把本小姐当挑水的了？尹清河，你已经没救了。你为了找水，连脸面都不顾了吗？你们只顾着看热闹，我在找出水的法子。水压就在下面。他说下面有水，不可能。可万一呢？我就是倒了，也不会给你用。他笑什么？挖到死石头还笑，真疯透了。6尺9寸，土温下降，湿度回升。又念疯话，都快死了，还装神仙？哟，还活着呢。赵掌柜来得巧，再晚点
只能看尸首了。尹清河，我尹家新宅住的不错，可惜你这新房味儿重了点儿。去棺材铺问问，最便宜的薄皮棺材多少钱？掌柜的仁义，人死债消，他死了，我也算送他一程。断了，铁都断了，地下全是死石头，白挖7天，老天爷都不帮你。没戏看了，散了，这回真死透了。他笑什么？挖到死石头还笑，真疯透了。青石岩，隔水层，什么隔水层？上面干裂，下面被压住，水没死，它就在石头底下。石头底下有水？放屁！石头还能生水？尹清河，你脑子里的水是不是都晒干了？赵掌柜，干什么？拿你所有现银，去城里拉3车干柴，再弄500斤生石灰。干柴、生石灰，他要烧猪槽坑。你使唤谁呢？老子凭什么给你拉？因为下面是高压承压水。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就记住，水就在下面。但这层石头不破，清河县所有人都得继续受缺水的苦。他说真的，万一真有水呢？你拿什么付？拿你什么做担保？先拉来，我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。3车干柴，500斤神灰灰，现在就要，拿我3年劳力做担保。你说什么？七叔，他真疯了！自愿签此3年劳务抵债契。掌柜的，3年劳务抵债契啊，签了就得按约做满3年。尹清河，你可想清楚，签了劳务抵债契，你就不是女先生后人，得在我铺子里做事抵债。尹家祖宗脸都没了，为几块石头买……别废话，真不值。急什么？各位都看见了，这是他自愿的。这丫头真敢拿3年劳力做担保，赌什么？赌猪槽坑出水？你要是挖不出水呢？我去你铺子里做账帮抵债，弓箭用来抵扣材料成本。那要是挖出了呢？这坑里的头100担水全归你。100担？掌柜的，100担水够在郡城换房子了。真有水，那可发财了。可这坑能出水？万一呢？你凭什么说下面有水？青石岩隔水，上层干，下层压，水被锁在下面。你不会反悔？契书在你手里。不够，我要一份白纸黑字的劳务抵债契。拿来，现在立契。好啊，有种！城西柴厂拉3车干柴，城北石淮窑500斤生石灰。掌柜的，真拉呀？这可不少银子。蠢货！他要真挖出水，头白档就是我的。挖不出，我也不亏。尹清河，你真要签这契？我不是赌命，是算准了下面有水。下面真有水？差最后一步。来，按手印。挖不出水，就按约去我铺子里做事抵债。尹清河，东西给你拉来了，挖不出水，你就按约到我铺子里做事。把修井师傅请来。什么？这层石头要按稳妥的法子处理。处理石头？他真要烧石头？石头还能烧出水？好，老子今天就陪你疯到底。你还挺讲究。按师傅说的做，别靠太近，处理到位，石层才会松动。听不懂，像真会似的。味儿太冲了！猪槽坑里烤火，清河县头一遭。哟，听说赵掌柜找了个新账房，本小姐特意来看热闹。王小姐来得巧，这丫头签了劳务抵债契，非说能烧出水。尹大才女，这是给自己烧肉水呢。尹清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房子没了，婚也退了，如今连身份都不要了。岩层颜色在变，石缝开始松动，继续观察。还念，真把自己当神仙了。尹清河，老子的柴快烧完了，水呢？还不够，
还不够！你当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继续按师傅的安排处理。尹清河，你现在跪下求本小姐，我还能赏你一口水。他不会求的，他只会把自己毁干净。石头变色了，真有动静。变色又怎样？岩层有反应了。然后呢？把准备的凉水送到安全线外。水？按师傅交代的办法处理，大家都退后。你耍我！老子要是有水，还用跟你耗？他这是烧糊涂了。尹清河，别再丢人了。不是喝的水，只用安全可用的凉水。石层已经松动，继续按师傅的安全方案来，凉水就行，只用凉水。还有什么能用的？胭脂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还真是什么都敢试。把凉水送到安全线外，大家都退后。听见没有？尹大才女连最后一点脸都不要了。尹清河，你何苦这样作践自己？他现在得按约替我钻事，脸值几个钱？岩层有反应，裂缝在扩大，大家保持距离。又念疯话，这人真敢担事儿。谁愿意帮忙运来一桶凉水？这半两银子就是谁的。半两银子能换几斤杂面了。王小姐，这也太……他自己要的，本小姐成全他。尹清河，别怪我，我家娃3天没吃了。交给师傅，按师傅说的放在安全线外。起雾了，石头在响，真有反应。装神弄鬼。裂了。哪里裂了？还不够，按方案继续。好啊，谁再倒，本小姐再赏半两。尹清河，你连最后的尊严都不要了吗？空手脸面救不了大家，能让乡亲们喝上水才是实在的。石层终于松动，裂缝正在扩大，再加把劲儿，裂缝继续走。真裂了，石头真裂了！不可能！不许倒了！谁在帮他，就是跟我王家作对。尹清河，你别把自己埋了！最后一下，石头裂了，大家退后，小心！尹清河，他还真敢折腾。终于能让大家喝上水了。石头裂了又怎样？水呢？折腾这么久，不还是一坑干石头？我就说嘛，哪有石头底下冒水的？可这石头真裂了，裂了能喝吗？尹姑娘，别靠太近，有湿气。湿气？烟熏的吧？泥色变深，温度下降，底下有回声。又念听不懂的话，少装神弄鬼！我只问你，水在哪儿？快了。你从第一天就说快了。尹清河，你还要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硬撑，是水脉要通了。啊！你们听见没？什么声音？有水汽！真有！一点潮气罢了。所有人后退，泉眼要开，别挤，别抢，按规矩来。真要出水了，别骗我们啊！石层反潮，有水泡声，是活水。水，真是水！让开，我看看。退后，那是我花钱弄的材料。水没稳，谁乱动，前功尽弃。他说的对，退后。出水了！先别喝，泉眼刚开，得沉一沉，烧开再用。7天啊，他真挖出来了！不可能！终于有活路了，多亏了尹姑娘。别这样，不是神迹，是地下活水，是大家守到现在的活路。大家别急，泉眼刚稳，小心塌撒。水，真是水！契书拿来。都听着，
这水头100担归我。赵掌柜，你刚才还说他疯呢。少废话，柴是我买的，石灰是我出的，契书也在我手里。去把水桶推来。是掌柜的。慢着，你想反悔？契书上写的是挖不出水，我做工抵债；挖出水，头100担归你。那不就对了？但井怎么取水？谁来维护？有没有安全界限？契书没写。尹清河，你还玩文字？不是玩文字，是守规矩。新泉刚开，不能乱取，先稳泉口，立井圈，否则泥沙一塌，大家都没水，那可不能乱来。这是全城活路啊！我出了钱。材料钱我认，按市价记账，后续从护井公账结算。按市价，该结的材料钱照规矩结。我找水，修井师傅稳井，谁也别想独吞。这话公道，这井要是塌了，谁都没水。那头100担呢？契书凭什么给你？因为契约已经履行，水出了，头100担水的份额我认，但你现在乱取会毁了全酒。真塌了，别说100担，1担都没有。当着全乡人，你要收约还是坏约？赵掌柜，守约吧，水是大家活路。对，护好井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都听尹姑娘和师傅的。好，我受约。从现在起，这口井由我和修井师傅牵头赶护，规矩大家一起守。取水先保家用，穷苦百姓先活命。尹清河，这是救命啊！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落魄才女，凭什么管这口井？凭我找到他。我若让家丁来取，口井而已，谁人多谁说了算。师傅，若有人乱挖乱取，泉口能不能临时封户？能，但封了，所有人都暂时喝不上。你敢乱抢，为护住泉口，师傅只能临时封户，到时候大家都得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尹清河能打水了吗？家里老人快撑不住了。先给我头100担水归我。我王家也要10桶，价钱你随便开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富户都买走了，我们还喝什么？都听清楚，从现在起，清河县用新水规。什么新水规？普通百姓1文钱1桶。1文？城里一瓢都卖到几十文了。尹清河，你这是救命啊！没铜钱的拿布、铺鞋、柴火来换，按市价折算，多退少补。也可以帮忙修井半个时辰，有手出手，有力出力。1文1桶，那本小姐买100桶。富户不按这个价。什么意思？城中富户粮商、水商囤货或商用，1桶10两，溢价部分全部投入修井挖渠。10两？你疯了吧？1文给乡民，10两卖我们？都是清河百姓，没有高低贵贱，他们靠力气换水，比坐享其成的人体面。百姓买水是家用保命，富户买水是囤货、商用、养宅院，价格能一样吗？你这是区别对待，这叫分级供水。井要修，渠要挖，护井的人要吃饭，钱从哪儿来？从有余粮、有余钱的人身上来。我们没钱，但能干活。富户有钱，就该多出点护井费。那我的头100担呢？照契约给，但你若转卖牟利，后面一滴没有。尹清河，你别太过分。我王家买水是给你脸面，我的水不认脸面，只认规矩。10两1桶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嫌贵可以不买，排队的人还等着活命。1文钱，真给我1桶。尹清河，老头子记你这份恩。别谢我，回去省着用，明日来帮忙加固井台。一定来。这桶水5文卖我。这是我家救命水。10文，20文，够你买几斤杂面。别抢，我还没答应。水桶放下。尹清河，我们花钱买，你管得着？他给你多少钱？20文。你家还有水吗？那你卖了，今晚喝什么？我想着换点粮。都听见了，平价水是救命水，不是给富户钻空子的货。他愿卖，我愿买，公平买卖。公平？他缺粮，你缺水，你拿他的急处压价，这不叫公平。对，不能这么买。富户想喝就自己排富户价。深井水位一天比一天低，先收点平价水囤着，别露馅。我家小姐说了，今日必须带水回去。那就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从今天起
立第2条水规。这规矩是我和修井师傅几位乡老一起定的，为的是让真缺水的人喝上水。平价水只给本人家用，谁转卖给富户，暂停平价取水资格，重新登记核验。不是不让你活，缺粮来井边登记，修井、担土、搭棚都能换粮换水，别把救命水的名额让给囤水的人。我不卖了！再闹，王家今日取水名额作废。你敢？规矩写在这里，每桶登记，每家限量，谁钻空子，谁停平价资格。该这样，不然富户全买走了。回去告诉王小姐，想喝水，让她拿地契来，按富户规矩登记。尹姑娘，我家小姐要水。王家不是有深井吗？昨日还让人来买我们的平价水呢。尹清河，我王家深井也干了，2间铺子换10桶水。2间铺子啊！王家真低头了。10桶，你听错规矩了。你昨日说富户拿地契铺契换，我说换水，没说你想换多少就多少。 2间铺子换10桶不过分，过不过分，你心里清楚。西街老李头家的井，原本是祖上传下来的钱井。你提他做什么？你提他做什么？旱灾第1年，你王家借水放债，老李头还不上，你们收了他的井，逼得一家离乡。原来那口井是这么来的。老李头一家后来再没回来，这事儿我记得。老李头当年哭着走的，那是白纸黑字的气。气是真的，可你们趁人缺水抬价，也是事实。2间铺子计入户井公账，补贴百姓平价水和修水库，计入修井户井公账。那水呢？1桶。1桶。今日富户限额，1户1桶，公账用于补贴百姓平价水、修水渠。2间铺子才1桶，你当年用半缸水换人家一口井，现在觉得贵了。这话公道，王家该认。尹清河，你别太绝。不是绝，是把规矩立回来。2间铺子计入公账，1桶是今日富户限额。下一位。少爷，现银都拿去买夜市场高价水了，只剩这块玉佩随身。林大少爷来了，前几日刚退了婚，现在来求水。尹清河，排队。我是燕之。我知道，但这里不讲情分，只讲规矩。这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林家的定城信物，婚书虽毁了，可情分还在。情分？我爹已经1天没进水，福利井也干了。你能不能看在过去的份上，给我2桶水？林家也断水了，前几日他还嫌尹清河丢人呢。半月前，你当众退婚，让我守着这坑过一辈子。现在跟我谈情分，是不是晚了点？我当时是气话，也是被王小姐误导。林大少爷，这话不对，退婚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大家都听见了。尹清河，你是读书人，难道真要见我林家断水？人情归人情，规矩归规矩。林家是富户，按富户水规。这玉佩够不够？玉佩抵你刚才插队的时间。你要水，按价。你要多少银子？林家大宅房契。2桶水，你要我林家大宅？林家大宅房契，换2桶救命水，10日优先取水权和后续供水配额。尹清河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林家大宅，那可是祖宅。我知道我退婚伤了你，可你不能这样报复我。报复？你明明能救我林家，却偏要逼我交房契，这不是报复是什么？师傅，把打听来的行市记录拿来。前日傍晚，林家管事在夜市高价买水，50两换半桶。林家有银子买高价水，
却来尹清河这儿谈旧情。你们能花50两买半桶夜市水，却拿一块旧玉，想换我2桶活水。那是我爹急用。这里谁不急？刘老太家里人等水，张叔要单土修井，他们拿钱拿力气，按规矩来。林家凭什么空手插队？别拿旧情压我，旧情救不了全城。你真绝情！我是为了救更多人。房契不是进我私袋，登记入户井公账，后面建水仓、修井棚，给出工的人换粮，这样公道。林家有宅，我们有力，都该为这口井出一份。尹姑娘，这是林家大宅房契。你，少爷，老爷说了，要水。登记是。水呢？今日2桶，后续10日优先取水，并按供水配额登记。房契计入户井公账，用于修渠养田，不归我个人。王家2间铺子，林家大宅房契，还有富户交的银钱，都登记好了。这么多钱啊！清河县多少年没见过这阵仗了？尹姑娘，咱是不是该去邻郡买粮？3成银钱买应急救济粮，7成银钱收农家肥原料改土。尹姑娘，你说买什么？全城收购，清理茅厕废料、腐叶、草木灰、烂草根，能做肥的都要。这东西也能买？咱们缺粮啊，要这些做什么？尹姑娘，粮商的粮1天1个价，再不买，百姓还是饿。光有水撑不过3个月，先用应急粮稳住口粮，再让地重新长粮。清河地没死，只是3年没水，土瘦了。有水，再有肥，地就能长东西。这荒地还能种？能，但要先把土养回来。可茅厕废料、腐叶也值钱。值。从今天起，1桶农家肥原料换1文钱，或者2两粗粮，也可计1个工分。2两粗粮，清理茅厕也能换粮，腐叶也收。收。草木灰呢？收。尹姑娘，你是要让全城人边清理边换粮？对，脏活有人干，肥料有人送，百姓有饭吃，荒地有活路。立木牌，半个时辰内，我要看到第1批车进场。尹清河，我家后院2桶2桶换4两粗粮。真给粮？真给，清理的干净，还能多领1瓢水。我再去刮草木灰。这些也收？收。腐叶、烂草根、草木灰都是肥料。清理茅厕也能换命粮了！快回家，别让别人抢先！尹清河有了银子不买粮，买这些堆肥原料，他还是改不了挖臭泥的毛病。哼，明日把粮价降2成，我看他的农家肥能不能当饭吃。水不能当饭，肥料也不能直接吃。尹姑娘，他们笑你，让他们笑，这能忍？他们笑得越早，后面脸越疼。所有车按类倒入，按传统农法分层堆置，黄土封顶。都听见没有？按尹姑娘说的来。这活确实不轻松，能换粮就干，2两粗粮也能救1家应急。以前这活没人愿意干，现在能换粮救1家，日子有奔头了。活路，我看是难路。等全城被他折腾累了，他就知道粮食才是真命。这些真能让地活？能。水管命，肥管根，根活，粮才活。尹姑娘，12座池子都封好了，可这味儿，兄弟们快顶不住了。现在嫌臭，10天后，他们就是粮食的底气。尹姑娘，兄弟们不怕干活，就怕白忙。你们看这土，一捏就碎，没肥力，锁不住水。按传统农法堆置属浮后，能让土更松，更有力气。等稳妥后再用于改土。那为啥还要黄土封顶？这样能保持整洁，也防止四处流散。这么说，
脏东西先进池，变稳了再入地。对，你听懂了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就是没见过这么大阵仗。听听，堆肥原料还能变熟？他真把全城人当傻子。我们粮仓里可是真粮。尹姑娘，粮商说的也没错，他们手里是真粮。真粮，他们的粮贵到百姓买不起，那就不是活路。我要做的不是买几袋粮撑几日，是让这片荒地重新长粮，让地自己长粮。对，等堆肥腐熟后再改土，有水有肥，地才有重新长粮的机会。听着有道理。从今天起，每座肥池立木牌，每日记录变化，按师傅的经验看护。记录这些干啥？种地不是赌运气，要看变化。又是你那套眼力和判断？对，靠眼力，也靠记录。尹姑娘，咱有水，有铺子，有房契，你却带我们守着这些肥池，图什么？土活了，人才能活。10天了，臭肥还是臭肥，我看他就是折腾百姓。地都死3年了，还能长出粮？别急，让地自己说话。真长出来了3年了，我3年没见过地里冒绿了。别踩田埂，这不是看热闹，这是全城人的饭碗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庄稼了。有水有苗，咱们能活了。尹姑娘真把死地救回来。今日是苗，明日就是根，根扎住，粮就有希望。希望能当饭吃。你们的高价粮，百姓买不起，那才不能当饭吃。听见没？你们粮仓再满，也填不饱空肚子。从今天起，轮班护田，浇水要计数，采苗要登记。是，每一寸地都要护好。我守白日，我看田埂，我负责挑水。若这批苗真结粮，咱们仓里的粮就卖不上价了。不能让它长成，不能让这东西结粮。今晚毁了它。尹姑娘，赵掌柜他们不对劲。怎么不对？看苗的眼神不像看庄稼，像看仇人。这可是全城人的活路，谁敢碰，我跟他理论到底。尹姑娘，我带兄弟们守一夜，谁来都拦住。不守。不守。今晚所有人撤出试验田。撤了，那苗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活了。尹姑娘，这不是把门打开了吗？对，就是要把门打开。现在他们只是眼红，没证据。我们若硬拦，他们转头就说是误会。那就眼睁睁看着。不是看着，是让他们自己留下证据，在东南西北4角插登记牌，写清楚试验田已封户，未经登记不得入田。明着告诉他们。我们插了牌子，他们还敢进，就不是误会。把劳工撤到外圈棚子，不许冲上去，只看只记。真不拦？拦人容易，堵住他们的嘴难。我要让全城人亲眼看清，谁在断大家的饭碗。让他们自己跳进来。差不多。他们想毁苗，我就让他们把心思写在地上。小苗啊，你可得撑住。他会撑住，只要人心先撑住。快点，撒完就走。东边盐卤，西边乌油，苗一坏，明早就说尹清河肥没用。尹姑娘，他们真动手了。再等等，再等苗就坏了。没动手是猜测，动了手才是证据。亮灯！果然是你们！这可是救命苗！别跑！
走出去也得登记清楚。看清楚，木牌前有红土粉，谁越界鞋底会留印，人证物证都有。还说误会吗？我们只是路过，抬着桶路过田里，还专挑夜里路过。第一，木牌明示封户；第二，你们越线入田；第三，盐卤已撒在田埂。现在说，谁让你们来的？不说，那就明日进城对质，让全城人看看。别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。谁的钱？是赵掌柜，还有5大粮商，他们连这点苗都不放过。这是要断大家饭碗啊！别踩，这一块留作证据。那他们呢？人留在田边，赃物登记。明日天亮，全城对峙。大家看，他们真进田了。红脚印都在这儿，还有盐乳桶，这不是误会，这是冲着苗来的。昨夜3更，他们越过木牌，抬桶入田，盐卤已撒到田埂边，3名见证人都签了名。签名有啥用？苗要是没了，我们吃什么？粮商太狠了，他们仓里有粮，却不让咱们地里长粮。去找赵掌柜，让他们给个说法。尹姑娘，你一句话，我带人进城讨说法。这片田不是我尹清河一个人的田，张叔挑过水，刘叔翻过土，铁妞守过夜，你们浇过腐叶、草木灰，每一棵苗都有你们的一把力气，所以他们毁的不是几棵苗，是全城人的饭碗，是你们家里的明天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命根子，命根子，这是我们的命根子。他们靠暗处害人，我们就在明处讲规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第一，受损田衣封起来，谁也不许踩。第二，盐乳桶、乌油桶登记。第三，故宫留在田边看管，不许辱骂，不许动手。赵掌柜以为毁了苗，百姓还得买他的高价粮，他错了。今天这片田，把全城人的心种在一起了。尹姑娘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把人和赃物留在田边看管，明日一早随我进城，找赵掌柜和5大粮商当面对质。昨夜那几个人全被尹清河扣在田边了，还有盐卤桶和脚印，这事不好遮。慌什么？几个雇佣乱来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可他们供出你了。供出又怎样？有签字吗？有账册吗？有我亲口吩咐吗？尹清河有水，他也有几亩苗，可苗能今天变饭吗？不能，那批苗还嫩得很，所以清河县现在还得吃我们的粮。可百姓已经信他了，信能填肚子。从今天起，粮价不降。还不降？不但不降，限量卖。百姓会闹起来。他们闹归闹，最后还得回来买粮。掌柜的，
若尹清河真把试验田种成了，没有若。哼，他那点嫩苗撑不过几日。可昨夜毁田没成，百姓正憋着气。那就拖到他们饿，拖到他们求。到时尹清河也得拿水来换粮。对，粮仓在咱们手里，百姓离不开粮。清河县的饭碗还是捏在咱们手里。掌柜的，慌什么？外面全是人。什么人？张叔、刘老太、铁妞，还有昨夜那几个故宫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抬着盐路桶，举着红脚印木板，说要公开对峙。来了多少人？街口到府门，队站满了。尹清河带着全城乡亲，把赵家梁府门口围住了，说今日必须给个说法。都站稳，不推门，不骂人，今日只讲证据。讲证据，讲证据！尹清河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逼我吗？不是逼你，是请你对峙。对峙？几个雇佣乱走夜路，你就往我头上扣？铁妞，昨夜3更，试验田封户木牌在前，未经登记不得入田。他们越界入田，鞋底沾红土粉，盐炉桶底也有同样红土印。我亲眼看见他们抬桶进田。我也看见了，田埂还封着。看见进田，也不能证明是我叫的。你们自己说。是赵掌柜的人给了银钱，让我们去坏田。胡说，口说无凭。哼。所以我没在田边处置，我把人、物、记录全带到这里，请县尊做见证。本县听闻百姓聚集，特来查看。县尊大人，尹清河聚众堵我府门，请您主持公道。县尊大人，今日百姓只站街外，未冲门，未动手，只求公开对峙。这些都是昨夜证物。是，3名见证人签名，受损田岗已封存，故宫也在此。县尊大人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您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。赵掌柜，既然你说不是你，那就当众说明，银钱从何来？故宫为何入田？桶又从谁家取出？清河县的田是大家出力养回来的，谁想毁田，就得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就算有人坏田，也不能证明粮商有错。再说了，清河县要吃饭，还得靠我们的粮仓。尹清河有几棵苗，还能当饭吃，100文1斤，爱买不买。100文1斤，谁吃得起呀？这是逼人断粮啊！嫌贵，那就别买，我看你们能撑几日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问苗能不能当饭吃吗？这是地豆。
真长出来了！堰田第一批刚起出来的，地里真有吃的了，咱们不用全靠粮商了。不可能，才这么些日子，水够，肥足，土活，地就会给人活路。此物可做应急口粮，可煮食，但今日按户限量，先保老人、病弱和出宫之家。例假。一文钱10斤，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？不是白给，一文入公账，买种、修渠、雇工，让地继续长粮。赵掌柜，有话好好说。一文10斤，我的陈粮100文1斤，所以百姓吃不起，吃不起的粮，救不了命。掌柜的，百姓都去排地斗了，咱们粮价撑不住了。按户来，不抢不挤，老人之家先领。一文钱10斤，你这是白送，你疯了！关门，先闭一闭，等人散了再说。门可以关，证据不能关。把人带上来，当众作证，不许逼供，只许说实话。给了银钱，让我们夜里进田，说只要苗坏了，百姓还得买高价粮。那田里有我挑的水，有我翻的土，我家就指着那粮活。你们仓里有粮，还要断我们的地粮！都站住！尹姑娘说了，不推门，不动手。今日来，不是乱来，是让他们当众认账。误会，误会，都是底下人自作主张啊！现在知道犟了。昨夜毁田时，你们怎么不说？尹姑娘，粮价好商量，你让乡亲们散了。晚了，晚的不是降价，是证据已经摆在这儿。第一，公开承认毁田雇工由谁雇佣；第二，赔偿受损田埂和务工粮；第三，打开粮仓，按现尊见证价登记出售，禁止囤买转卖。此法稳妥，本县在此做见证。可粮仓是我们的私产，私产可以有，害人的账不能赖，粮能卖，不能拿来卡百姓的脖子。开仓登记，公开赔偿。掌柜的，撑不住了，县尊也在，政务也在，开仓！规矩管不住贪心，证据管得住。乡亲们的见证，管不管得住？按户登记，不抢不挤，老人之家先领。小姐，粮商撑不住了，再不走，王家旧账也会被翻出来。被撤。那别院和铺子，先保人离城。尹清河，我王家不掺和粮价了，我今日就离开清河。你想走？这里有银票，购买我平安离城。他当初还派人买平价水呢。王家借水抬价的账还没说清。尹清河，你别太过分，粮商的事儿跟我无关。粮商毁田，你可以说无关，可王家钻水龟，低价收百姓救命水，
这笔账怎么算？那都是下人办事。王家水桶上写的是谁家名号？这里有记录，王家下人3次揽买平价水，2次被乡亲作证。我作证，我也作证。有记录和见证，王家应当补偿公账。你们想要什么？王家在清河县的别院、商铺、水车仓，全部交割登记。全要？不是给我，入户井修渠公账，补贴平价水，修水仓，修田渠。那我王家在清河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拿水当生意时，清河百姓也差点什么都没了。小姐签吧，再拖下去，清河县也留不住了。王家产业计入公账。这些能修多少水渠啊？这才叫还账。签字离城。从今日起，王家不得再插手清河水粮生意。铁妞，送王小姐出城。尹清河，今日一定要搬吗？10日之期已到，房契已登记入公账，今日交宅。这是林家祖宅，我从小住到大，你就不能再宽几日？尹姑娘，工匠都到了。林公子，规矩早说好了。水也按约供了10天。尹清河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退婚，不该看轻你。我可以留下，去你的水铺做事，不领工钱，只求你留下这宅子。林燕之，这不是工钱的事。你愿意做事，可以去登记，清渠、记账、分粮，都缺人。那宅子呢？宅子不能留。为什么？这里地势最高，离新井近，连上水渠，能供半城取水。此处最稳，按方案拆改，能建高台水仓。可那是林家100年的门楣，门楣不能接水，祖宅不能救旱，蓄水塔能。你真也一点旧情都不念。我念清河县几万人的活路，这房契入公账那天，就不再是私人恩怨。有蓄水塔，以后取水就不用挤井口了。孩子老人也能少走路。少爷，走吧。水已经救了林家人的命。都退后！工匠施工，别靠近。今日起，这座宅子按工匠方案拆改，建清河县第1座蓄水塔。乡亲们退到县外，工匠施工，别靠近。不许动！谁也不许动林家的门！林少爷，昨日已经交割了。交割的是房契，不是我林家的脸面。尹清河，这牌匾挂了100年，你真要拆？不是拆与林家的脸面，是改清河的水路。水路非要建在这里吗？这里地势最高，离新井最近，少挖300丈渠，每日能省50个劳工。50个劳工？那能多修多少田渠呀？可这是祖宅，是林家的根。这是昨日取水账，老人排队136户，最远的走了7里路。有人挑水到半路就坐下了。你说祖宅是根，可清河县的根是这些还活着的人。你就不能念一点旧情？旧情不能装水，牌匾不能救旱，蓄水塔呢？林少爷，塔建成了，我娘就不用走7里路了。孩子也能少挑2趟水。100年祖宅，还不如一块石头。灾年里，一块能盛水的石头，比空牌匾重要。牌匾摘下封存，拆改按图纸来，安全线外，不许靠近。从今天起，林家旧宅
改成清河水汤。东边地基稳，水朝木料入侧。尹清河，本县有事与你商议。县尊，请说。如今清河有水有粮，百姓暂得安顿，但水井、粮仓、蓄水塔都在你手里，不太妥当。这些都是公账，乡亲们都能查。公账更该纳入县衙灾务册。本县意思是，井水收益30%，入县衙灾务账由衙门统筹分配。30%？那平价水还能平吗？尹姑娘，30%一拿，修徐的钱就缺了。30%入衙账，用途是什么？镇务、藏储、差役皆要花销。可以。你答应？先写告示，写清楚。从今日起，平价水每桶少修3分渠，蓄水塔工期延后3日，老人取水点减少2处，原因是30%水账入县业。这不能这么写。为什么不能？钱从哪里来，用到哪里去，百姓不能知道。尹清河，你这是让本县为难。我只是让账目见光。我的水账一文一笔，谁取水，谁出工，谁拿地豆，全在册上。县衙要30%，也请明明白白。对，写清楚。只要真用在救灾，我们认。不清不楚，我们不安心。尹清河，你别忘了，清河县兄规有县衙规制。规制是为了救人，不是让水路停工。尹清河，明日之前30%入衙账，否则我上报郡城。今日必须定。县尊，水塔还没建完，渠也只通了一半。县衙也要运转，不能全听民间公账。那就一起看。第一本平价水账，1文1桶，没钱的用公分换。第二本地豆账，老人、病弱、孤户先领。第三本修渠账，每一根木料，每一斗石灰，都有人签名。我家昨天领水，账上都有。我修了半日渠，也记着呢。账是清楚，可县衙总不能置身事外。当然不能，所以我给县衙留了位置。第1条，灾期暂停额外杂派，救灾公户不再重复摊派。这会少收不少。少收的由富户高价水账补入公账，明细每日张贴。第2条，县衙人员参与修渠运粮，维持秩序，按公分领水粮。衙门的人也来帮忙，我们心里踏实。让衙门人去挖渠，这不是惩罚，是救灾。现在清河县最缺的不是架子，是人手。县尊若要30%，请写清30%用途；若愿共救清河，就请盖灾务告示。县尊大人，只要账明，我们愿意配合。我们不是不认县衙，我们怕水路停。本县同意。大人，救灾为先，账目公开，县衙也不能只坐着等凉水。告示贴了，以后谁领水，谁出工，谁拿粮，全都看账。你这规矩很硬。硬的不是我，是清河百姓要活下去。从今日起，清河县水粮救灾按公开规程办，谁也不能按理伸手。尹姑娘，水塔刚开工，渠也等着你定县，怎么又来挖干河？井能救一时，河才能救一城。这河干了3年，还能有用？铁妞，记什么？河床中心下探3尺，泥色深褐，湿度超过40%，捏之成团。这泥是湿的，还真是湿的，都旱3年了，河底怎么还有湿泥？如果是纯天旱，河床底部早该沙化，不会这么黏。这不像死河底，像刚断水不久。可清河明明断了3年，所以不对。看这里，是突然断掉。突然断？你的意思是？先别下结论，继续取样。尹姑娘，这边更湿。
下游3成湿，这里5成。越往上越湿，说明上面有水源。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那水去哪儿了？清河不是没水，是水来不到清河。谁能让一条河来不了？顺着河床往上查，带干粮，带木尺，明日出发。断流不是没水，是上游被人截住了。尹姑娘，咱都走10里了，还往上走？走，清河水塔还等着你呢，良田也等着你呢。水塔救近渴，河道救长命。取样。这泥比城外湿，记下来。上游10里，泥色深褐，能捏成团，湿度比昨日高，说明水源方向没错。那水到底在哪儿？继续走。尹姑娘，草根底下是湿的。这里不是死河床，只是断流太久。越往上越湿，那上头肯定有水。看清楚，城外泥硬，10里成团，20里待潮。这不是天旱能解释的。对，如果是老天不下雨，上下游会一起干。现在是越往上越湿，说明水被拦在前面。谁敢拦一条河？能拦河的人，一定也想拦住真相。前面是什么？像墙。可谁会在河道里修墙？不是墙，是坝。这么高，这得有10丈吧？整条河都被堵住了，难怪清河没水。别上前，先看先记。坝长约100丈，青石外包，中间应是夯土。看旧水痕，水不是自然退的，是被硬生生截住。清河县3年大旱，原来水在这里。咱清河排1夜，才打1桶水。下游田都裂开了，上游还在浇花。那这3年不是天灾？天旱是真的，可清河断水不是只因为天旱。先回去吧。回清河？带证据回去，让全城人看见，这不是天灾，是人为截流。退到河岸外，我们只取证。尹姑娘，就这么走？现在冲上去只会坏事。清河要的是活水，不是一时痛快。下游干裂，上满水，中间只有这一道坝。尹姑娘，证据都在，咱赶紧回清河。走河岸外路，不碰坝，不起冲突。站住！你们在记什么？看河道，碍着你们了。龙门水庄管地，外人不得测量。河道不是你家院子。少废话，把土和泥河交出来。凭什么？凭这里归钱家管。你不是官差，也没有告示文书。你管我是谁？我当然要管。若坝合规，你们该让人看，不该怕人记。你们果然不是路过。尹姑娘，她急了。她不是急，是怕。最后说一遍，交出记录。记录要带回清河，给所有取水的人看。那就别想轻易走。铁妞，去费上。那里是死胡同。不是死胡同，是旧工坊。殷姑娘，他们把路围了。别慌，他们不敢亮文书，说明这坝见不得光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用这里的旧工料做防护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图册泥样，出来接受盘问。他们要的不是人，是证据，那就让他们连门都进不来。尹姑娘，这些破木头真能挡人？木头挡不住人，结构能。
怎么做？不伤人，只堵路。石板立成挡墙，沙袋压住底，滑轮吊住横梁。他们推门，门就自己锁。明白，让他们进不来。记住，不动手，不伤人，守住证据就够。时间到了，进去把图找出来。啊，门卡住了，推不开，路也堵了。真锁住了。旧式是工坊，有滑轮，有坡道，不用蛮力，只用重心。绕后门。头儿，这边也封了，你们几个废物！这里是旧工坊，强闯会塌棚，我劝你别让人冒险。你敢拦钱家的人？我拦的是乱闯旧棚，也是护住清河证据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天亮以后，请附近村老、水庄管事一起到场看图看泥样，谁也别想私下拿走。尹姑娘，你这比吵架管用。工程本来就比蛮力快。滑轮封门，石板城墙，你一个清河县才女，怎么会这些？这是什么工匠术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能让水说真话的人。尹清河，把图交出来，这事儿还能算了。你们怕什么？不就是一张霸图？他们怕的不是图，是图上的水线。清河城外，干泥，上游20里，潮泥，龙门坝下，湿泥。真是一段比一段湿，这水不像断了。如果是天旱，上下游会一起干，可你们坝后有水，坝下没水。钱家花银子修坝，水归钱家调配。你一个清河才女，管得太宽了。这不是前些日子有人到清河收地的单子？对，一边拦水，一边低价收田。清河越缺水，田价越低，百姓越撑不住，钱家收的越多。说，这坝到底为谁修的？哼，清河那些荒田，留在他们手里也是白费。钱家接过去，开闸放水，废地就能变良田。别动手，让他说完。听清楚了吗？他们不是救水，是在等清河低头卖地。这也太损了！水是活路啊！尹姑娘，咱得把证据带回去。现在就回清河，让全城人看见。回清河，你们回得去吗？什么意思？龙门到清河的官道，每个口子都有钱家路卡。你们带着这些证据，一步也过不去。官道过不去，你们带着证据，只能困在这儿。尹姑娘，要不我走山路，我腿快。不行，山路没标记，证据不能冒险。官道不是唯一的路，还有路。这里，坝后。对，大坝把水拦在上游，上游就有了水面。
可咱清河在下游，水过不来呀。所以问题不在路，在这道违规拦水坝。你想干什么？先取证，请村老、工匠、水庄管事共同见证，按工程拆除违规坝段。坝一拆，水就能顺着旧河道回清河。不止水能回去，船也能走。旧河道就是旧水路，它干了3年，不是它没路，是路被堵住了。清河有救了，只要把这消息带回去，大家就知道谁拦了水。说的轻巧，这坝是钱家修的，10丈高，100丈长，你们凭什么动？凭证据，凭水线，凭清河每一户被压低的田契。有证据，就能请乡里共同见证，也能找懂水工的人验坝。对，不私斗，不乱拆，按证据办。就算你说破天，这水也过不了坝。尹姑娘，她说的没错，水路现在还是断的。现在断，不代表永远断。没有官道，你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官道被拦，就走水路。只要这道违规坝依法拆除，水路就通。尹姑娘，上游真有水，清河断流，到底是不是天灾？都是误会，龙门坝只是蓄水。那你说，为何坝后有水，坝下没水？清河城外干泥，上游20里潮泥，龙门坝下湿泥。若是纯天灾，上下游该一起干。可事实是，水被拦在龙门坝后。怪不得河床底下还有湿气。那我们苦熬3年，不是老天不下雨，不是，是有人违规截流，又趁清河缺水，低价收田。这张单子谁家见过？我家也有人来收，原来水在上头。都听清楚，我们不是去闹事，不是去私斗，我们带证据去龙门，请村老、工匠、县里见证，依法恢复清河水路。本县做见证，不得伤人，不得抢夺，只查水路，只验坝图。你可以继续否认，但你一样不会说谎。水县不会说谎，清河百姓的田契更不会说谎。去龙门看证据，去龙门看证据。还能走的，带上工具，跟我去龙门峡谷，把水路当着所有人的面查清楚。尹姑娘，能走的都来了。老的留下守警，青壮跟你去。这是见证文书，只许验坝查水，不可冲动伤人。记住，我们去龙门，不是打架，是让水路重见天日。就凭这些铁锹木车，钱家的坝10丈高，你们连10皮都动不了。谁说我要硬动？验坝靠图，拆围靠规程，清账靠工匠，百姓只做见证。
尹姑娘说的对，咱不乱来。咱就要看清楚是谁拦了清河水。水线在这儿，泥样在这儿，见证文书也在这儿。今日去龙门，只问一句：清河的水，凭什么不让清河人看？依法验罢，恢复水路，迎活水回清河。小姐，清河的人到了。一个清河才女，也敢带人来龙门？尹姑娘，她就是钱素白。应该是。谁是尹清河？我是。带这么多人来，想吓唬钱家？不是吓唬，是公开验罢，查清清河断流真相。真相，水在我钱家坝后，这就是真相。想让水回清河，先问问这座坝答不答应。水是清河的活路，不是钱家的私产。活路？一群清河灾民还敢跟钱家谈活路？小姐，他们还带了文书。文书只能让水改道吗？在我眼里，你们不过是等水的两脚羊。我们是种地的人，不是任人羞辱的牲口。钱素白，清河百姓是人，不是你钱家的田契。这是清河县见证文书，这是龙门水线，这是上下游泥样。坝后有水，坝下断流，你钱家私管主河，又低价收清河田契，按大钱水路规程，这是重罪。重罪？谁定的？水路规程定的，清河几万人的命定的。今日公开验坝，你若心里没鬼，就开坝图验水线。你一个落魄才女，也配验钱家的坝？我不是一个人。公开验坝，恢复水路，清河要活水。在清河县，你尹清河说了算；可在龙门峡谷，我钱素白就是天。拦住他们！谁敢越线，就按扰乱水坝处置。他拦了我们的水，还不让我们看。清河干了3年，凭什么不让验？尹姑娘，让我带人上前，我去跟他们讲清楚。站住！可他们不讲理。他们总不好推老人，我们先去，只求看一眼水路。看见了吗？灾民就是灾民，几句话就乱了。都退回去！尹姑娘，我带你们来，是让清河活，不是让你们冲动坏事。老人家也退下，清河的水不能靠谁挡在前头换。听清楚，我们有泥样，有水线，有见证文书。今日只验坝，不闯线，不推人，不让钱家抓住半点画笔。那怎么办？他们不让靠近啊！尹清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连坝边的石头都摸不到。
尹姑娘，你有办法了！所有人听令，不准越线，不准争执，全体后退50步。后退，离远一点，才看得清他的破绽。尹姑娘，退这么远，怎么验坝？是啊，水就在坝后头，咱们退了，钱家不更得意？谁再往前一步，就是拿命给钱家递把柄。可他们堵了咱3年的水，所以更不能乱。怎么，刚才气势汹汹，现在怕了？铁妞，你想让清河人活，还是想让他们背上闹事的名？我们今天来是公开验坝，不是硬闯。这座坝若是合规，钱家不该怕验；若是不合规，他怕的也不是人多。那他怕什么？怕工程规矩，怕水位线，怕坝体空声，怕他自己藏不住的破绽。装模作样，你隔着50步还能看出花来。看坝不靠嗓门，你们看，坝面外抱青石，内里夯土。若常年违规蓄水，外面看着硬，里面未必实。所以咱们要挖？不挖，没有公开见证，不许动坝体1寸。那边有5根枯死铁木，不是活树，不伤山林。带木匠过去，按工匠规程取下来。取铁木做什么？做验坝重锤。拿木头验坝，你当这是敲锣？小姐，他们怕不是给自己做架子？尹姑娘，木头再硬也是木头，它能比青石硬？我要的不是硬碰硬，我要听他的空声，看他的水线，逼他把藏着的毛病露出来。不用人往上冲，一个都不准冲。清河人受了3年苦，不是为了今天倒在警戒线前。尹姑娘，我明白了。铁妞，挑300个力气足、听后令的人，只搬木，不越线。是。你带木匠看绳结，看受力，谁不听工匠口令，立刻退出。明白。尹清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钱家的私规矩，压了清河3年。今天，我做一把敲开私规矩的验坝锤。木心还硬，能用。尹姑娘，人都挑好了，听号令。先记住3句话：不抢，不乱，不越线。记住了。尹清河，你们忙活半天，就弄来几根枯木。小姐，我看像在搭棚。不是给他们自己搭台唱戏。尹姑娘，让他们笑。您不怯，坝体会不会说谎，等会儿就知道。周娘子，重锤正面要齐，不能散，绳索只按工匠方案固定，不许私改。放心，谁乱动，我先让他退下。这么大的木锤，真能验出坝有问题？尹姑娘说能，就一定有道理。都别吵，听工匠的。水线偏了。什么偏了？正常蓄水，水痕该平，这里左高右低，说明内里受力不匀。那就是他心虚，是他撑得太久了。他在干什么？小姐，离这么远，看不出什么。那你慌什么？验坝重锤成了！成了又如何？10丈大坝，岂是木头能动的？谁告诉你我要动整座坝？公开验坝，只验疑点。坝体若真合规，敲不出空声，也露不出裂纹。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！那你就该让所有人看清楚。尹姑娘，这木锤看着是厉害，可真能撞穿那青石坝？我不撞穿它，我要它自己露出裂缝。尹清河，木头也备好了，你倒是让他显显本事。小姐，我看们拉一天，也就是给坝挠痒。尹姑娘，他们越笑，我心里越堵。让他们笑，验坝看结果，不看嘴硬。尹姑娘，重锤稳了，人也都站在安全线外。好，所有人听清楚，今天不是硬撞，
不是逞强，谁乱拉谁退出。明白。我的手落下，你们听号令。我的手停住，所有人立刻停。都听尹姑娘的，不许抢。空桶轻轻一敲，会有回声；实木一敲，声音发闷。坝也一样。坝这么大，也能听出来？能，只要节奏稳，空的地方、虚的地方会自己漏声。胡说八道！我钱家的坝10丈青石，若真结实，你急什么？所有见证人看拔面，看水线，看接缝。今天只验不越线。只验不越线。第一轮试力，轻拉稳放。按工匠口令来。拉，稳，放。这没动静啊！尹清寒，还验吗？要不要本小姐给你搬把椅子，慢慢敲？清河人看清楚了，这把稳得很。真没用吗？这么大的坝，木头哪能验出来？尹姑娘，再来一次。不急，刚才不是没动静，有吗？声音短，空。坝面没说话，里面说了。少装神弄鬼！记住，公开验坝靠耐心。第一下试力，第二下听声，第三下看缝。所有人听口令，还是轻拉稳放，不许加力。明白。拉，稳，放。头儿，刚才栏杆好像颤了一下。别自己吓自己。第三轮，所有人看我的手，不看坝上。兄弟们，别乱，拉稳。放。这声音怎么从脚底传上来？都站好，不许乱说。地在动。尹姑娘真有反应。不是地动，是拔体空腔在回声。胡说！一群人吓唬自己。钱素白，你现在让人停验，还来得及公开说明。本小姐凭什么停？继续，我看你能敲出什么。好，见证人靠前，但不越安全线。看右侧第3道接缝。第4轮，按原口令，谁都不许抢力。拉，稳，放。尹姑娘，那边。尹姑娘，那不是水痕吗？3年了，水真在上头。闭嘴，那是山气反潮。烈日当头，青石发烫，哪来的反潮？小姐，也许是旧缝。旧缝更好，说明它早就有问题。大家看清楚，水不是从外面淋上去的，是从接缝里往外渗。对，水线从缝隙冒出来。坝后蓄着大量活水，水压一直顶着坝体，外面青石再亮，里面若是空松偏，就会先从接缝露出来。所以不是咱们敲裂的。不是，我们只是把它藏了3年的毛病验出来。不许再验！本小姐说不许。你越不许，越说明他怕验。尹姑娘，还按原口令，只做最后1轮听声，轻拉稳放，不加力。明白。拉，稳，放。出水了，缝里出水了。小姐，真有水。不可能，10万两白银修的坝，怎么会？10万两买不了良心，也买不了合规。尹清河，这座坝拦住的不是水，是清河几万人的活路。尹清河，住手！我给你10万两，只要你停下验坝，今日之事一笔勾销。10万两，那得多少粮啊？他这是怕了。尹姑娘，钱素白，你买错人了。嫌少？好，我再给你2处水庄，3条上路。清河断水3年，你拿水庄来换沉默？尹姑娘救的是清河，不是来卖清河的。让他说完。尹清河，你聪明，你该知道，和钱家做朋友，比和灾民站一起划算。灾民，他们是种地的人、修渠的人、挑水的人。没有他们，谁给你们种粮？谁给你们筑坝？这水
本该顺河而下，进田、进井、进百姓的碗，可你们把它锁起来，拿它换地契、换人民命、换钱家门楣。银清河，你别把话说绝！是你们把水路做绝了。今日所有账、所有水线、所有堰坝记录，全部公开入册。我作证，我们都作证。尹清河，10万两不要，水庄不要，名位也不要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清河的水，干干净净流回清河。你的水太脏，我只取干净的。拦住他，不许他们再验！谁能让尹清河停下堰坝，赏金万两！听见了吗？他不是怕我，是怕真相。尹姑娘，他们要拦人！所有人退上高地。尹小姐，那你呢？靶体有隐患，越靠近越危险。你们是见证人，不是来冒险的。我留下。你带老人和妇人上去，少一个见证人，钱家就多一句赖账的话。都听尹姑娘的，上高地，不许乱。尹清河怕了，想跑，怕的是你，因为那道缝已经替清河开口了。尹姑娘，这是刚才在旧闸房找到的，封帖写着应急起风。谁让你们碰闸房的？公开堰坝，所有遗留设施都要登记。大家看清楚，钱家的坝不是没有泄水口，是他们私自封死了。有水道，那清河早该有水，他们是故意拦着。那是钱家的东西。主河水路不是你家的水缸，带上去。若我被拦，你就把图册和水线证据送回清河。尹姑娘，清河要的是活水，不是逞强。小姐，他去的是应急泄压口。拦住他，不许他靠近！公开堰坝，越线阻拦，所有人都看着。他拿的是水闸起风牌。尹清河，你敢动一下，钱家不会放过你。我动的不是你钱家的私产，是清河的主河水路。旧封无官印，后补木楔明显，确是私封。尹姑娘，百姓都看着，图册也记下了。我们都看着。你们懂什么？这水是我钱家花银子拦下的。水可以修渠引导，不能私自截断。活路不能被一家人锁住。我家田3年没见过水了。我男人修过清河堤，他说河水本该往下走。今日让他回去，验封完毕，可按规程起封限压。所有人再退10步，只看不靠近。听尹清河，我给你20万两，我把清河水庄全给你。钱素白，你还没明白？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清河人明年能种地，老人能喝水，孩子不用背井离乡。尹姑娘，水往清河去了。活水真回来了，清河有救了。尹姑娘，清河记你的。清河的水回家了。尹姑娘，救灾仓快装不下了。装不下，那就再开仓。已经开了3间，连县衙借出的空仓也满了。3年了，我头一回看见粮袋堆得比人高。今年不用吃草根了。1号梯田亩产多少？比汉前高2成半。2号田高3成。全县5万亩，平均高3成。尹姑娘，咱们真把清河救活了。不是我一个人救的，是你们挖渠挑肥修田，一锄头一锄头救回来的。没有你，我们连第一锄头往哪儿挖都不知道。粮先入公账，老人、病户、修渠工户按册先领。卖粮的钱呢？3份，第1份修渠，第2份修仓，第3份留种。不给大家分钱，先让清河明年还有饭吃，才叫真富。水车、蓄水塔、分渠闸，清河都排满了，再修就得往外走。郡城送来的，说要核查清河水利账册。他们早不来，粮满仓了才来。调取水利图、肥田法、公江名册，这是要学法子，还是要拿走？清河县太小了。尹姑娘，什么意思？该去郡城会会那些大人物了。
清河快断水时，这些图是乡亲们一抄一抄试出来的。你少说这些，郡城要的是结果。结果可以报，法子可以教，但账册、工图、工匠名册不能一句话拿走。你想抗拒备案？备案可以，先写清3件事：第一，图纸只做救灾推广，不得转卖；第二，清河水渠不停工；第三，郡城调走工匠，必须补足粮水工钱。对，人不能白调，图不能白拿。哼，尹清河，你一个清河乡绅也敢跟郡城谈条件？这不是条件，是规矩。规矩由郡城定。清河的规矩是拿3年旱灾换来的，没有交接文书，没有用途承诺，谁也带不走。不给图，不给肥田法，不给工匠名册，给救灾，不给摘桃。拒不配合，那就是违规私设水务班比。明日，郡城亲自来查。查可以，清河所有账等你们看。主事大人，尹清河擅自起封龙门水道，聚众扰乱水务秩序。你还敢反咬？让他说完。龙门坝是钱家出资修的，他一句话就放了水，害钱家水庄停摆，此事必须严查。尹清河，你怎么说？我带了3份证据。第一，龙门坝旧图，上面标着主河道和应急泄水口。钱家不是修渠引水，是私封主河。胡说，那图来路不明。第二，护坝队证词，公开验坝那日，他们承认旧闸被候补木欠封死，木匠、账房、百姓代表都在场。这些人都是清河人，当然替他说话。那第3份你更该看。第3，清河灾户登记册，3年断水，多少田荒，多少户迁走，多少老人断粮，全在册。我家的田就在下游，水道一开，今年才有收成。我们不是来闹事，是来说明白。主河水路关乎一线生机，不该被一家私锁。清河所有账愿意复核。就算有图，也不能证明钱家故意。低价收田单，断水期间，钱家连续收下游田地3600亩。水一断，他们收田；水一回，田就值钱。算盘打得真响。请入册，公开复核。这些暂不入册。不入册，那清河人就亲自送到郡城门前。郡城复核令，请尹清河即刻入城，说明龙门水务和清河公账。凭什么只问尹姑娘？钱家呢？铁妞，退下。尹姑娘，他们是冲你来的。我知道。既然要复核，就把账带全。旧闸是我验的，我也去。我家田在下游，我能作证。文书只请尹清河一人入城。我要他们看见，清河不是我一个人的清河，这是今年新粮，给郡城灾仓验看。这桶水从龙门旧河道打的，让他们看看水该往哪儿流。你们真不怕？账正水清，怕什么？来者何事？清河水务复核，送账、送证、送样粮。他怎么带了这么多人？不是说清河只是个小县吗？清河送证，请公开复核。司拔图、灾户册、公账、样粮全在这里。郡城要查，我尹清河奉陪到底。他一个白丁，哪来这么多民信？我认，清河水务所有账册都敢公开。这是钱家水庄账本附册。胡说！钱家的账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龙门旧闸房封存时，工匠按规值登记，你们没带走的不止一册。第1年5月，龙门水道封闭；6月，钱家们开始收清河下游田；第2年3月，清河井水断供；4月，钱家低价收田800亩。时间对得上，水一断，田就便宜了。巧合！
灾年收田本就是买卖。这是地契低收名单，每一户都有原价、成交价、见证人。那为何水道一开，你们当天就把收田价改回8两？这张是龙门赋水当日的钱家内部估价单。水断了，你们低价收；水来了，你们高价算。算盘都写在纸上了。账本是假的，没有钱家主印，不能作数。你们自己藏的账，还想赖？账本可以说假，手印呢？清河受灾户亲己名册，又是你们清河人自己写的。每一页户主手印、地块编号、钱家收田单号3项对应。第一户对得上，第二户也对得上。老伯，请上前。这是我家的田，东河口3亩半。当时多少钱转的？1贯钱，连半车粮都买起。自愿买卖，白纸黑字。水断了，粮没了，我不转田，全家就没水票，那叫自愿吗？这不公平。水路要真被封了，那就不是普通买卖。这是我家的借水抵押契，3桶水抵走2亩田。契上写的是借水，后面却被改成转田。笔记不同。灾年仗乱，难免有误。1户是误，10户是乱，3600亩还是误吗？清河水路断了3年，钱家收田收了3年，水路一开，田价当天回涨。我今日带清河人来，不是来闹，是请郡城把水路田契账册一起查清。你这是逼富车会偏向你。公开账，公开证，公开问，哪里偏？传钱家旧水务管事上前核对龙门旧闸记录。小人昨日记错了，龙门水道不是钱家封的。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听见没有？证人都改口了，尹清河的证据不实。谁让你改口？那你把手里的纸摊开给大家看。尹清河，你别吓人！公开复核，不怕公开一张纸。殷小姐，昨夜执房登记在这里，子时后有1名文吏进过证人房。哪名文吏？就是他。我只是送茶。送茶需要带水庄腰牌。哟，西渠水庄，那不是郡城最大的水仓吗？改口后赏银50两，离城后安排新户籍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纸是假，木牌也是假，执房登记也是假。说清楚，谁让你来的？清河3年断水，多少户在名册里？你现在说，还能算配合复查？我只是传话的。传谁的话？信是郡守大人名下西渠水庄管事给的。那下一处该查水庄了。西渠水庄是私产，不接外查。昨夜干扰证人的人，拿的就是你们水庄腰牌。木牌丢了，谁捡到都能用。按水务复核规程，涉及主河水源，必须开账核查。账房今日不在。账房不在，水仓总在。这是清河复流第1日的水样，这是龙门旧闸水样，请开仓取样，3样一比，就知道水从哪儿来。你一个清河人，凭什么查郡城水庄？凭清河断水3年，凭你们账上写了龙门调水。开仓。清河旱的时候，这里有这么多水。我们那边1桶水救1户命。看缸底沉泥，龙门青灰泥，颗粒细，
带白沙。清河下游没有这种泥。3号仓入水日期正是龙门封闸后第3日，水庄调水正常经营。正常经营，为何不报水源？为何清河断水，你们却高价卖水？账上有钱家水庄分账。原来水真的被转到这里了。清河人要的不是闹事，是把水路查清，把账考明。查得很热闹。大人，西渠水庄暂时封仓，所有账册未经我允许，不得外送。大人，此事已入水务复核。谁敢乱动账庙？西渠水庄今日起暂停放水。停水逼人，那这账更不能关。西渠水庄今日封仓，谁再查，今日就暂停放水。我家还等着水呢，不能停啊！用水吓人，算什么本事？大人说封仓，是封哪座仓？3号仓、4号仓全封。没有夫人手令，一滴水也不许出。昨夜复核主事已签，西渠水仓涉及主河水源，启用应急导流备案。为防水源争议，暂转入公共聚水池，由水务复核会看管。你们敢动我的水？不是你的水，账上写着龙门调水，这水来自主河，关系郡城和清河两地百姓，按规程必须先保民用。不可能，3号仓满着呢。那就打开。水呢？昨夜已按备案导入西街公共池，全程登记，文例见证。3号仓挤出270桶，4号仓挤出310桶，去向西街公共池。你早就算好了。你若正常开账，这只是保水；你若拿水威胁百姓，这就是证据。仓能封，水封不住；账能藏，流水有痕。大人，外面都听见了。西渠水庄账册暂由复核会封存核验，民用水不得无故暂停。你一个清河来的，凭什么管郡城的水？平水是活命的，不是拿来卡人的。开公共进蓄水池，按户登记放水。西街陈家2桶，下一户。多谢，我们按规矩来。别急，谁插队？今天排最后。先停一下，郡城放水不能这么快定。不快，每桶水都有户名、人数、去向。若秩序乱了，谁负责？我负责登记，复核会负责监督，百姓负责守规矩。目前无争场，无混乱，水量也在核定内。护仓队呢？让他们来维持外钱。大人，已经来了。人呢？你们家里也缺水？大人，城里许多井都浅了，我们也排规矩，不抢不闹。尹小姐说，按户来，谁都能领到。郡城不缺规矩，缺的是把水送到人手里。若人人都来，水够吗？去领仓只够3日，3日内要清查所有水庄，统一入公账，分级供水。这提议可入临时水务方案。我们听规矩，只要有水，我们不乱。尹小姐，郡城人也信你了，他们信的不是我，是公开的账和手里的水。继续放水，加派文吏登记，不得漏户。是。多谢，按规矩来。先停放水，水量大事，谁准你们私自分配？不是私分，是按户登记，公开放水。你就是尹清河？清河县尹清河。清河水井田粮仓西渠水庄现在都经你手，你凭什么管2地水粮？巡查使，西渠水庄账目确有疑点，尹清河只是协助复核。我问他，第一本清河取水册，每户几口人、临几桶水，全有签记。第二本救灾粮册，试验田入仓多少，发出多少，留种多少，全是公账。第三本西渠临时放水册，每桶水都有去向，复核会盖了备案章。账做得齐，不代表你有权。灾民快没水时，权责文书还在路上。水不能等，粮不能等，人命更不能等。
所以你就自己立规矩。规矩不是为我立，是为了不争、不抢、不乱。大人，我们按规矩领水，没人抢。清河也是这样活下来的。尹清河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凭什么管水粮？凭我救活了他们，也凭这些账敢给任何人查。巡查使，清河赋水、郡城放水，皆有文书见证，功劳可记，权责也要轻。尹清河，接上级灾务处置令，清河水利工坊粮仓账册，即刻接受统一核验。可以核验，但水不能停。清河水利工坊、肥田坊粮仓账册暂归灾务复核统一核要度。核验期间，工坊一停，水车谁修？取口谁看？先听完。尹清河，你可有异议？有，账册可以核，工坊可以备案，图纸可以上交，但水车不能停，粮汤不能停，修渠不能停。你是在护自己的工坊？工坊不是我的。清河300工匠按工分做事，郡城27名文吏记账，他是救灾工坊。大人，这是每日工分，谁修井，谁修渠，谁运粮，都写着。这是清河、郡城两地领水户的手印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求工坊别停。你们都愿意让尹清河继续管？不是让他私管，是让账公开，让水继续来。我们认账本，也认水桶。这不是清河一县的图，这是3郡旱区的治旱总图，哪里建蓄水池，哪里开渣渠，哪里设粮仓，哪里留种，都在上面。你愿意交出来？我从没想藏，藏图能富1人，开图能活万人。若此图属实，可做座上级灾务样本。那你要什么？3件事。说。第一，水庄账册继续查；第二，清河工坊不停工；第三，治旱图公开备案，不许任何一家私占。若图有误，责任在你；若图有错，请治我；若图能救人，请先治灾。好，那就当场验图。尹清河，你说这图能治3重旱灾，凭什么？大人，他只救了一个清河，别让他拿巧合邀功。凭水路。龙门旧水道起风后，水从哪里来？账上有，瓶里也有。3处水样已编号封存，结果一致。平田法，清河5万亩梯田，秋收比旱前高3成，不是靠运气，是靠蓄水、保土、分层种植。这是清河新粮，仓号、田号都在带上。平肥田法，荒地能复耕，靠的是腐熟肥、草木灰、黄土改土，每一步都有工分和验收。我们清河人亲眼看着死地长粮，这些账都能补写，水庄和钱家没有私分。那这页手印也是补的，龙门节流，低价收田，西渠转账，3本账对得上。你们断的不是河，是百姓的活路。钱家账房水庄管事交复核队代理讯文，相关账册全部封存。巡查使，清河工坊是否继续？尹清河，你交出总图，不怕别人抢功？治旱不是争功，谁能让百姓有水有粮，功就算谁的。即日起，尹清河任临时治水主事，清河工坊不停，水庄账继续查，治旱总图公开备案，3郡试行。尹小姐，成了！有水了，有粮了。尹清河，你还要去哪儿？清河只是开始，下一条断流的河，我亲自去挖。